茫茫寰宇，万古世界，位面林立，屏障隔绝。高位面与低位面之间，都由星辰作为气眼而封闭。低位面若想打通去往高位面的通道，必须由该世界武力最强者用陨星剑斩破星辰之眼。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低位面九幽界。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9州。这江湖近10年的大事，都离不开那绝世的剑客沈三公子。沈三公子啊，江湖10年无一败绩。最为轰动的，便是1年前赤日崖上魔教宗主梭伊人之战。沈振一拱手让出万道剑经，饶你弃剑山庄160口性命。这个世界这么强的人，竟也不是我欲寻的陨星剑。那一战，剑光纵横30，近乎将赤日崖夷为平地。任那梭伊人魔功盖世，最终还是被沈三公子斩于剑下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沈三公子自那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弃剑山庄。有人说沈三公子已身负重伤，也有人说沈三公子因为天下无敌，失去了闯荡江湖的兴趣。沈三公子那么厉害，那么帅气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哼，那可不好说。依我看，他肯定是身受重伤，不愿意出来见人。沈三公子为天下除害，哪轮得到你在这造次？哎呀，两位客官莫要动手，我这小本买卖。哎呦！民风淳朴啊！消息准确，沈振一果然在后山。既已动了杀心，又何必藏身树丛？他分明一丝功力也没有，如何能判断我的位置？从你的剑意来看，应当是烂柯斯的无心杀生剑。你修为浑厚扎实，可见平日勤于苦练。只可惜心境不正。
走吧，我可以当作没看见你。三公子之名，小僧仰慕已久，怎能就此离去？材质竟是金刚木，倒是极罕见。可惜还是不如我要的那一把坚韧。本是清净慈悲剑，却为名利所误。小僧方才用天眼通检视，见施主丹田破碎，经脉寸断，一定活得很痛苦吧？小僧这就度了施主，再借这份功德，登上天榜之位。佛灿莲花，嗨！这一剑够资格杀你！好凉的夜风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凝聚毕生功力的一剑，竟被一叶飞花破了。这一式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藏剑经吗？无心杀生剑，是以慈悲之心杀众生之恶，你却误以为是以杀正道。路走错了，自然漏洞百出。我苦修20载，到头来只是一场空。沈施主，动手吧。回去后多参悟慈航心法，戒造戒杀3年，自会突破瓶颈。沈施主一定是佛祖派来点化小僧的使者，我愿跟随您左右，诚心修剑。小僧定当痛改前非，只求您能收留我，为我指点迷津。你速速离去。那小僧来日再登门请罪。寻遍九幽高手不得，以万藏剑经守株待兔1年仍不得。难道陨形剑与我无缘？看来要换个有机缘的法子了。三弟，来披上，别着凉了。哥，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哎，看看写的啥？莫喜莫喜！弃剑山庄明日开庄，为三公子沈振一招收关门弟子，不问出身，授以弃剑山庄绝学万藏剑经。不问出身，那岂不是各大门派的弟子也能来参选？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阿弥陀佛，烈阳府向来以自家活法为傲，赤火施主何必来趟这趟浑水？彼此，烂柯寺的出家人，还不是对万藏剑经动了凡心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
六如，老身劝你还是回去念经，免得哪天横死街头，连舍利都烧不成。没规没矩。他们有暗器，保护方丈！你们血口喷人，保护姥姥！你这样的人，根本不配与我争夺烈阳府掌门之位。谁又想被自己的亲姐姐杀死呢？嘿嘿，与其每天哭唧唧，不如多吃点好吃的。你，开庄大典要开始了！开庄大典！沈三公子，太好了！承蒙各位赏脸，参加毕庄开庄大典。沈某这杯酒敬大家了。来，咱们爹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爹，啊，是段无险，那个魔宗的大护法，索伊人的徒弟，他出关了。何止出关，他杀了所有报信弟子，正一路朝弃剑山庄火速杀来。此刻，怕是快到了啊！救命！是复仇的味道。师傅，我随您同去。区区小辈，伤不到本尊分毫。你马上闭死关，修炼神功铁用不二，功法不成，不许出关。你是能成本尊衣钵之人，铁用不二修行艰险，不可冒进。是，无险定不负师尊厚望。杀师之仇不共戴天。沈振一，我来了！段无险来了，快逃啊！
段无邪已冲入庄门，此刻被困在护庄大阵之中。加派人手，保护镇医。弃剑山庄的百年守庄大阵，定然万无一失。攻击！有意思，从来只有我杀人，没有人伤我，值得你们写入墓志铭了。老夫从未见过这样邪鬼的功法。这个紫色斑纹，是传说中的魔功，体用不二。什么？可施用那个禁术，必将燃尽一身真气血脉。待登进油窟之后，是必死无疑的呀！不错，这样大的代价，换来的自然是极致的武力。此人反应之敏锐，力量之强悍，已经远超凡人肉体极限。小心！好凶悍的力道，一招便将众人的攻势化解。沈振一，我要完成师父的遗愿，杀光弃剑山庄所有人。体用不二不同于一般禁术，眼下万全之策，唯有请三公子出马。休说沈振一，就是神仙下凡也是陪葬。轮椅？三公子为何会坐着轮椅？终于还是瞒不住了。你终于肯来了，沈振一。我说你怎么也失踪了1年？原来已经被我师父废了呀！被血迹锈蚀，已不堪一用，不如收作炼剑之策。我要你们整个弃剑山庄都给我师父陪葬！魔骨千魂杀！魔杖，无主。师父，我终于能给您报仇了。想不到依靠月眼灵力修炼的九幽界，也有这等禁忌之术。可这九幽界的人们，哪里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那一轮待战的明月呢？都没事吧？老衲潜心闭关修炼，果然大有成就。
经脉尽断，倒未伤及心肺，一时死不了。六如老儿的功力竟精进至此，将这魔头押入地牢。多谢禅师出手。哎呀，一招便化解了魔功体用不二，真不愧是烂柯寺掌门人。消灭魔宗，替天行道，不足言谢。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件要紧之事。众所周知，万藏剑经乃九幽最强绝学。如今沈三公子功力大不如前，而魔宗经此一战，越发视弃剑山庄为死敌。不错，若不是禅师仗义出手，光凭弃剑山庄如何能抵御今日的灾祸？魔宗下次再来，可就不会只是一个为师报仇的断无血了。请问沈庄主，江湖中流传万藏剑经还有下半册，就藏在弃剑山庄祖师陵寝之中，可是真的？是，但祖师设下了考核，通过方可获取。300年来，暂无人通过考核。沈庄主，魔宗人残暴无度，不择手段。若想夺走这天下独一份的剑经，可不会管那是谁的祖坟。哼，这关系到天下人的安危，沈庄主不妨把剑经交与烂柯寺保管，我们上清宫自然也会帮忙守卫。你们，此事等朕医收徒后再议。哼，还在争夺，却不知命运根本不在你们自己手中，还是后山调剑去吧。沈振一，你终于落单了。我与那段无邪可不一样，纯正一个人名闯弃剑山庄。劝你交出万藏剑经，可留你全尸。风雨梨花。这不可能啊！三弟总算振作起来了。不管朕一有什么心愿，我们都必须满足的。是，父亲。承蒙各位信任，故而朕一将从各位年轻人中选出一人，收为关门弟子。三公子打算怎么考核我们？这怎么比武啊？根本施展不开嘛！今日不比武，只看各位是否和我三弟有缘。啥？演员？那怎么算呀？就是啊。先让我们比试比试。炎火太极。太厉害了！我怎么学这么厉害？有点意思。还有哪位小友未上台？这位烈阳府的小弟子，轮到你上场了。我？行吧。
炎火太极。烈阳府的功法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小卒来嘲讽。这位小友，你进入了2轮遴选，请随我来。为什么会有我呀？三公子是不是看错了？周文子，进来。等我好消息吧。楚火罗。来了。有人吗？是魔宗的人。妈妈，姐姐，你们在哪里呀？不行，我死了！姐姐，我跟你跑！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确实是陨星的光辉，经过我的神识洗净后，为何还这般羞辱不堪？我怎么会对三公子出手？这下肯定完蛋了。看来是我意念之力下降的原因。当初我可是1个意念，可以定这个世界高潮生死的。从现在起，你的心跳将会与神同频。陨星铸成之日，便是我恢复功力、斩月之时。谁呀？不是吧？怎么呀？这弄错了吧？多可能？这绝对有错吧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好，好，火罗，以后你就跟着三公子好好修行。这改变不了，你依旧是烈阳府的人。姑娘，这边是三公子的房间，你住旁边这间，可别认错了。我住三公子隔壁。请。
这大晚上的，三公子为什么把我安排在这儿啊？难道他……罗儿，莫要辜负这良辰美景。我沈正一不收费物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因为你能帮我。啊！我竟然可以帮你！3个月，我一定要把陨星剑磨出来。少庄主，果然如您预料，各大门派依然盘桓在庄内，不肯离去。那便备好厢房，安置客人。难得天下英豪相聚于此，共同习武论道，也是一桩美谈。啊？可是少庄主，为啥我看他们凑在一起，那个气氛怪怪的？那是自然。镇一收徒。这是300年来第一个能光明正大的获取万藏剑经的机会。上清宫、烂柯寺、大钱帮，怎么会甘心烈阳府独占鳌头呢？眼下他们不是急于结交赤火老了，便是在暗中蓄力，蠢蠢欲动呢。啊！那咱们山庄岂不是会有危险？有我在。不愧是少庄主，属下这就去安置客人。妹妹，转眼快10年了，希望镇一能打开试炼大门，带你回家。你来。不出所料，你的剑况非常糟糕。对不起啊，三公子，我再来一次。平时我力气很大的。不是力气，是剑气。我从没练过剑。我不是让你练剑，是为了磨你体内的剑。你看好了，好好感受剑，感受剑气。沈正一，快交出万藏剑经，让你死痛快一点！您是让我来看您和他的战斗？你可看好？你可看到？三公子好厉害！怎么回事？只是看出一个好厉害吗？看来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。打磨头层陈锈，需要剑体学会承受和释放力量。三公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而且要释放力量，就不能先吃早饭吗？别！啊！这我可拿手了！以前在烈阳府，经常偷吃师伯种的西瓜。救命啊！细节处的锈痕需要配合速度和准头来消除。锤炼一把剑而已，想不到竟如此艰难。这个世界的人，还是要用欲望驱使才行。
子，我真的可以吗？试试看吧。我做到了，师傅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，做到了，师傅，我做到了。10年了，云岚生死未卜，朕亦身负重伤。我对不住你们母亲，更对不起沈家的列祖列宗。父亲，您还有我，您放心，我必将知应门庭，不叫弃剑山庄蒙羞。很不甘心吧？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得到认可。什么声音？给我住口！今天是他失踪的日子，三弟，你已经忘了吗？好舒服呀！啊，糟了，要迟到了。师傅，您别生气，我今天加倍修炼。哦不，3倍怎么样？今日不修炼，真的？随我来。还有比不修炼更幸福的事情吗？啊，还真有啊！师傅一定是体谅我最近修炼辛苦，特地带我来泡温泉解乏。师傅真好！哦吼！师傅，好疼啊！这个温泉好疼啊！这泉水能修精洗髓，乃除锈良方。你坐好了，站住。行吧。你倒是很能忍。别的忍不了，这个我必须忍。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看你细皮嫩肉的，血一定很美味。喜欢喝血是吧？来尝尝。沈振一，你不知道我吃了你的血，功力会大增吗？受死吧！凡人的身体承受不了神的血。什么？是师傅，一招就消灭了他们。我这才得救。是吗？不记得。没关系，师傅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我会努力修炼，多痛多辛苦都不要紧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好，那今日开始，连泡7天温泉。7天，我还是去练习挥剑吧。这是你的宿命，也是我的宿命。时间不多了，得抓紧了。师傅说什么我也听不懂，让我练什么我就练什么好了。师傅早。师傅，我们去练习挥剑吧。见效已去，今日起不必再练习挥剑，你要开始实战练习，以此来淬火，重铸剑光。到了。咱们就在这打吗？跟我打，你体会不到死亡。这种实战不都是点到为止吗？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人，他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又走回来了。奇怪，师傅明明说过安排了人与我实战，人呢？怎么回事？身体为什么动不了了？是谁在后面？苏伊人，你不是已经被师傅杀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沈震一千挑万选的人就是你。是啊，不是，你说沈震一，难道说师傅安排的人是你？哼，早知道要训练你这种废物，我就不该答应。为什么我动不了？你做了什么？废物，就凭你妄想解开我的定煞魔功，好不容易被放出来，我要慢慢折磨死你，再去干掉沈震一。怎么，认怂了？杀我可以，杀我师傅，你做梦！所以呢，不过是一只手能动的。好个小丫头，用疼痛来保持清醒，燃烧魂血以摆脱定煞，倒有几分我们魔宗的派头。你骂谁呢？还没完呢，我们接着打。不会吧？这就死了？我怎么跟沈震一交代呀？还没死。沈庄主，如今沈三公子收徒已经完成，是时候给我们一个交代了。我以为诸位不愿离开是为小儿祝贺，原来大家在等交代。不知大家在等我沈某人什么交代？既然三公子已废，守护万藏剑经的重任就交给各大派共担吧。万藏剑经是弃剑山庄之物，外人岂可染指？我们是担心，如果再来一次断无血事件，弃剑山庄保不住这武灵至宝。诸位的弟子没有被小儿选中，就想用逼宫的办法来获取剑经，真欺我弃剑山庄无人吗？没错，沈震一已经成了残疾，你们弃剑山庄就不配拥有万藏剑经。魔宗来犯之时，
除了六如禅师，也没见你们哪位仗义出手。沈庄主，大家都是为了山庄的安全，为了武林至宝万藏剑经的安全。六如禅师说的没错，你就把万藏剑经交出来吧，免得改日被魔宗抢了去。就先交给我烂柯寺保管吧。稍微刺激一下就剑气失控，谁知道他这么弱？此剑比我预计中还要鲁钝，开刃需花更多的功夫，并非是你的原因。做什么？沈正义，你敢！沈正义，我杀了你！我一定会！住手！我好好训练他就是了。师傅。算了，我也没有特别难受。他需要经历真正濒死的实战，恐怕需借旁人之手。切！你家山庄来了这么多门派的人，随便找几个来比试比试，给这小祖宗磨磨剑、开刃不就行了？看来还得跑一趟。放屁！只需我沈寿还在，没人能打万藏剑经的主意。沈庄主既然执迷不悟，老衲只能如何？本想提拿段无邪助我徒修炼，为了区区剑经，只得九幽之人趋之疏忽。振一，别插手。三公子，老衲位列天榜第5，就算你身体完好，也不见得能稳赢啊。已成残废，就别来出头了。练剑不易。三公子，这是你逼老衲的。菩提心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那金光是六如禅师出手了。回去看看。振一，振一！什么？你本性刚直，只是过分在意名利。再好的剑才也会锈蚀，要注意修身养性啊！庶子无礼！兰克斯所有方丈的舍利，竟然就这么毁了！这剑气，仿佛是击倒段无邪的那招。错不了，这样朴素的剑意，这样凌厉的剑势，原来当时是沈三公子出手救了我们大家。三公子天下第一！三公子回来了！好，不愧是我沈家的子弟。
来也是，为什么唯独我？明明我才是沈家长子，我才是弃剑山庄的继承人。大公子，活在自己弟弟影子下的感觉很不好受吧？师傅还没回来吗？弃剑山庄竟然也有祝融花呀！啊，糟了！师傅，我，此花轻易不起艳，这样轻轻碰触便生出花中艳，倒是第一次。只有特殊体质的女孩才能引火入花，这也是烈阳府城记者的证明。那天，姐姐和我都点燃了花中叶，我本来是很高兴的，可是姥姥告诉我，等修炼功成，我和姐姐就要同台对决。烈阳府的规矩，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擂台，继承烈阳府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规矩啊？那便勤加修炼，以你的才智，不一定会输。师傅，那不就是要杀了姐姐吗？我不要杀我姐姐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是，玩火尿床，今天就别睡了，练剑去吧你。又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世人皆知沈三公子一剑动天下，却不晓得弃剑山庄还有个不善武艺、善智谋的沈大公子。那个总在我识海中传音的人，就是你。看来你一直记得我呢。我听说你那三弟小时候跟你一样，武学资质平庸。沈大公子难道就不好奇？你弟弟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天才？给我闭嘴！这人下的人生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住口！你到底是谁？老夫乃是你祖师的至交好友，实在不忍看到他的门派祸气萧墙，便决定帮助一二。祖师仙师已有300年，他的好友怎么可能还活在世上？老夫接下来所言，信或不信，全凭大公子自己甄别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夫曾经去梦天的陵寝祭奠，不小心目睹和你沈家的一宗密事。祖师爷的陵寝位于弃剑旧庄，
除了沈家子弟成年时会去那里试炼，其他时候就一直荒废无人。你能看到什么？说来也巧，我去祭奠他的那一天，距今整整10年。10年前，云岚的成年试炼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妹妹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与其问我，不如问问你的弟弟沈振一吧。10年前，我亲眼目睹他悄悄跟着二小姐进入了陵墓。你重视亲情，有人却非必。还不明白吗？我问你，你们沈家试炼所谓何事？是为择一沈氏后人开墓里青铜门，继承祖师爷留下的万藏剑经残卷。那若近邻寝的是2个人，却只活着出了1个，偏偏还功力大涨。你的意思是，振一杀了云岚，盗取了万藏剑经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只是看在孟天氏多年故交的份上，才出言相助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再过几日，沈振一就要成年参加沈门试炼了，届时陵寝必开，你自去看看，那青铜门是开是合，背后有没有万藏剑经？请问前辈高姓大名？来日你若依旧想问，再来寻我吧。三弟好雅兴，你心思太杂。这是炼剑大忌。三弟今日在万藏殿出手，击败六如禅师，确实令人高兴。只是你功力复原，为何不告诉我和爹一声？平白让我们担心这么久。我的伤势并未痊愈，不过是对剑法有了些新的体会罢了。如果云岚还在就好了。你小时候和她最亲，无话不谈。你出生时，娘难产离世，从小是云岚陪你长大。如今她不在了，你的家人便只有我和爹。振一，有事不要瞒着哥哥。大哥，你的心思都在江湖名利之中，这个世界的真相，说了你也无法接受。你不说怎知我无法接受？月亮上有一只眼睛，它成就了九幽，也会毁灭九幽。云岚是为九幽牺牲的。哼，故弄玄虚。什么？上次他只是剑气失控暴走，你就急眼了。现在呢，你又要我杀了他。沈振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重塑剑尖。哼，重塑剑尖？你这是要逼他迈过武道分水岭吗？就他这副蠢样，玄。所以我才让你不要保留。
逼他入生死之际，才能雕琢出最锋锐的剑尖。你说你非要选这么一把烂剑，雕来雕去麻烦死了。它是陨星制成的剑。陨星？陨星来自天外，浴火降临，是唯一超脱了九幽这片天地的力量。我要完成的那件事，非他不可。你是说他具有超越九幽的力量？我怎么不觉得？他还未觉醒。那我可来真的了。你干嘛？如何？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有点冷。我不是说这种感觉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？或者强者的威压？都说了很冷了，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炫耀吗？不干了，这会儿干不了。在我们魔宗，这种废物连练成药渣的资格都没。他剑尖折损，反应必然迟钝，你应当慢些。要不我还是去挖野菜吧。我不干了，沈振一，我真干不了。我的剑从来就没有慢过。想当年，天下谁不对老夫的威名闻风丧胆？怎的如今偏拿他没办法？你们两个都不怎么聪明的去碰撞，确实很难让他进入生命威胁中的。看来有新的力量进场了。沈振一，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我杀了你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师父还在世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吴邪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师父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师父，快帮我破开这牢笼，我们携手定能杀了沈振一，逃出去。听着，如果有机会逃走，千万不要管我，我已经是……你干了什么？师父，我师父呢？经脉滞涩，剑气虚无。你现在的功力只有往日的3成。如果你能帮我练剑，或者说杀个人，我就放你师父走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今天好冷啊，得赶快回去了。看错了吗？
个条件换你一条命。去死吧！段无血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就算只剩3成功力，那丫头恐怕也……他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。哼，命挺硬啊。 忘了介绍，兵行沙海，血洗南疆，魔宗左护法段无血。现在你可以去死了。段无血参与过南疆屠城战。那时他刚刚出师。 魔族征讨南疆时，他是点兵官。怎么？7年前，魔宗屠杀南疆，父母惨死，我也差点没命。这孩子剑上的血锈，就是南疆屠城的记忆。你徒弟，怕是要祭剑了。 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哦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。 哼，是在南疆，也是这样的夜晚，他也穿着你这样的红裙。我讨厌红色，除非是用血染的。于是我用剑不断刺他，可他和你一样，就是不肯死。我正纳闷呢，就看到2个小姑娘从他家逃走。我想去追，他也是那样死死抓着我的剑。为母则刚。 可惜，那也刚不过我的剑。啊！好了，你也该。杀人偿命！回光返照罢了。火骨千回杀！是魔宗作乱，娘亲就不会死，我和姐姐就不会沦落到今日的处境。你必须死！
这剑气，难道沈正一？这样下去，吴邪可就凶多吉少了。他是让陨星剑蒙尘的人，注定也会为陨星的重见光辉做些事。可你徒弟会杀，我不会阻止他。沈正一，不，剑神，求您来动手。不愧是沈三公子，如此年纪就到了武道9境。怎么可能？这是9境巅峰的实力！你自寻死路！你用不二天地火法，天下至今无人可挡的传说，最高绝技，如你所愿。好，送你小子上路吧！自己卸下了防御，为什么？哼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！空剑无物，我身即剑。多谢你帮我破后而立。难道他只是想借我之手冲击经脉？迈向更高的武道层面吗？这把剑乃9幽魔道至尊，以后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您是神，虽然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，但如果您亲自动手，吴邪他还能以剑灵形态存在。他会成为淬炼陨星剑的最好材料，这是他最好的归宿。
报仇了，哪里不对？5到6斤，感觉如何？我已经5到6斤了。爹，娘，我一定会努力活下去的。他是永远消失了吗？是。不写。沈正一，你是剑神又如何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胎罢了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神，可笑至极。这样的剑，我还会再铸，何必如此执着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没有感情的剑，不过是一介傀儡。爱恨也罢，正邪也罢，即便是懦弱与愤怒，都是人类独有的力量。或许你说的对，但我别无选择。大公子，怎么样？明日试炼之事安排好了吗？大公子放心，真相终于要来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！今日三公子试炼，必须给我把山庄看守的固若金汤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尤其是通向旧址的各处通道，务必加派人手，不得让人闯入旧址，明白吗？是。师傅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推你过去吧。不用吗？今日是我生辰。师傅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得准备礼物，还有长寿面，还有……沈家子弟成年时，都要去祖师爷的陵寝中接受试炼。那我陪你。此行危险，我不能带你。你且留在庄内修炼，等我回来。切，你不会在担心那个没有心的怪物吧？师傅都说危险，那该有多危险啊！愚蠢的凡人。说起来，10年前弃剑山庄那个天才二小姐，不就是在试炼的时候失踪，下落不明？当时九幽武林还说她是什么天纵奇才，千锋万刃，不也葬送在了自己家祖师爷的陵墓里吗？若是沈真一也死在试炼里，那该多么大快人心呐！你说呢，假的？
多人把守在这里，看来师傅这次试炼真的很危险。陵墓应该在里头，得想个办法进去。有山火，过去看看。也就是这招最好用。怎么还有人守着呀？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像个幽灵一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本来就是幽灵。啥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去陵墓里找师傅。关我屁事！走，跟我回去练剑。我这里火灭了，我这里也是。走吧，回去守着，不能让人看见我。快走！我不走，我要去陵墓。你不帮我，我就把他们喊过来。快闭嘴吧，小祖宗！蠢货！要是被人发现了，有麻烦的可是你师傅。我发现你还是挺关心我师傅的嘛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不如从赤崖上跳下去。这里就是弃剑山庄的旧址吗？看上去废弃了很久呢。哇，好高啊！哎，这人长得很像师傅哎。能在这里像的，应该是个大人物吧？那还能有谁了？肯定是弃剑山庄的创建者，沈梦天。哦，对呀。祖师爷，请您保佑弟子能像您一样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蠢货！你这个祖师爷30多岁就走火入魔死透了，你也想英年早逝吗？还是算了，还是赶紧去找师傅吧。不知道陵墓会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堂堂沈家陵墓，你以为这么好找？不算好找，但是也不算难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找到隐形剑了吗？有一事不明，想要问你。我倒要听听，什么事值得你10年后再来找我？10年前，你告诉我，欲斩岳飞升，必先成剑神；欲成剑神，必断绝7情6欲。我以为我已摒弃情感，可有个人，明明已经离去很久了，但我看到那个人的遗物，还是会有些让我不悦的感觉。这会干扰我修剑斩月。
不应该。我替你斩断凡人情欲已有10年。你竟然还会思念于他？原来这就是思念。拉拉，那便让你亲手斩除他。姐姐，小弟，你是小弟，长这么高。过去她是你姐姐，但现在她只是我的奸灵。现在，杀了她！手抬高，想要我们。小弟，你不行啊！哎，别，别让你姐姐听见。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云兰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你给我留点面子嘛！姐姐教我功夫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，等姐姐办事回来就教你。别太轻敌，试剑台可不好过。你就别操心了，大哥。也对，毕竟是你呀。加把劲，争取打开青铜门。姐姐，我也要去。胡话，老实待着，晚上我就回来了啊。姐姐呢？头好疼！出来！长本事啦，竟敢跟踪我！我只是想和姐姐在一起。来都来了，走吧。这是哪儿？这是祖师的陵寝，门后藏着下册万藏剑经。祖师的考验终于轮到我了。
要注入剑气吗？失败了。哦，你连武功都不会，打不开的。不是吧？怎么只有一把剑？姐姐，我们拿了剑就走吧，我害怕。还是回去请父亲过来吧。走。传人已至，我身复苏。这是以剑气塑灵体，封存于剑中。我等了300年，今日终于等到了。我明白了，您是祖师爷。晚辈沈云兰今日成年，特前来试炼。啊，这是正一，那是他开的。好羸弱的剑气，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，怎会孱弱至此？这是凡人情感羁绊形成的真气锁链，难怪你弱成这样。祖师，你有什么要交托于正一的吗？姐姐，果然就是他，看来我只能替你了却这份情缘了。姐姐，不要！我费心设此禁制，却等来这样的传人。为了那件大事，也只好牺牲你。大事？试炼和万藏剑经的后半册都是假的？没错，当初我设下禁制，只有剑神的先天之灵选中的传人才能打开木门。什么剑神？什么先天之灵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，与你无关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！不要回头。好，好，姐姐等我。300年前，剑神的先天之灵自诸天万界坠落而来，选中老夫创造了弃剑山庄。
老夫穷尽毕生心血，只为斩月，却半道崩殂。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宿命。临终前，老夫方有所悟，唯有斩杀七情六欲，才能继承剑神衣钵。但老夫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现在，既然剑神选择了你，那老夫就助你一臂之力，挥剑斩青丝。斩月飞升。杀了他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剑神，完成属于你的使命。你不记得姐姐了？多年以前，你教我武功，教的不太好，但比大哥好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小时候那么爱哭，我每天都在想，真一什么时候能长大？什么时候才轮到他保护我呢？你现在真的长大了，可一切也都回不去了。动手吧，不就是再死一次吗？你懂了感情？有人曾经跟我说过，没有感情的剑是没有生命力的，即使再强也有局限。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或许我可以试试，你也可以试试。老夫的剑乃太上无情大道，你既然想另辟蹊径，那就让老夫领教领教。仙山出世，化神有望啊！可惜遇到了我。契丹初期也许不行，可老子还是血灵仙体，优秀的克星，灵兽的剑。桃花间多惊鸿一瞥，宿命守护亘古岁月。有缘的风轻拂着剑身红尘的脸，沧海桑田心有所念。是梦无语灵犀土里有念，可知步步为凭铁石缘。那句诺言让我生死里浴火化解，一笑日夜融成眷恋。是心冥冥之中的无解，此生不知千转铁石缘。功夫并肩的月才不负皎洁明月，青丝日光铺满甘愿，青丝如光铺满甘愿。师傅的轮椅，师傅，师傅有危险！
剑灵，真一有危险，需要那孩子的帮助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